嗨，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喎。令人沮喪嘅通脹數據 PCE 導致美股喺週末前出現大力咁拋售，投資者一邊消化頑固嘅通脹，一邊就應對特朗普關稅計劃嘅不確定性。特朗普喺禮拜五喺呢個空軍1號對記者表示，佢係願意與尋求避免美國關稅嘅國家達成協議嘅，但呢啲協議必須喺呢個4月2號宣布互惠關稅後進行談判嘅。佢哋係想達成交易嘅。如果我哋能從交易中獲到一啲好處嘅話呢個係可能嘅。如果我哋能做到呢一點嘅話咁我哋就能得到一啲好處啦。我認為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只係雷聲大雨點小，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呢個星期嘅經濟數據好重要。首先，可以量度製造業擴張或者收縮情況嘅標普全球美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喺3月報 49.8， 更跌至50盛衰分界線以下，係差過預期嘅。另外，初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減少1000人至224000人，略低於市場預期嘅225000人。仍處於歷史嘅低點。美國3月份消費者信心跌至4年多以嚟最低嘅水平。家庭擔心未來經濟衰退同埋關稅導致通脹嘅上升。星期五公佈聯儲局嘅2月關鍵通脹指標漲幅超過預期。PCE 物價指數上漲 0.3%， 同時消費者支出上漲咗 0.4%。數據公佈後，經濟學家表示潛在嘅熱價格壓力可能阻止聯儲局如金融市場預期咁樣喺6月降息。美股3大指數繼續沉底啦。截至3月29號，各項指數印記，美匯指數報 104.01， 道指報 41,583 點，標指報 5,580 點，納指報 17,322 點，黃金報 3,085 美元，白銀報 34.17 美元。荷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James 警告，今日嘅數據只會加劇人們對滯脹嘅擔憂。我哋正朝着錯誤嘅方向前進。令人擔憂係關稅威脅到價格上漲，意味住通脹數據將持續走高。呢個將進一步限制聯儲局降息。喺2個星期前我講過美國政府重新評估黃金嘅儲備。我將呢集嘅連結放喺圖中嘅右上角，未睇過朋友可以去睇下。今日繼續講黃金儲備嘅故事，因為可能會有更簡單、更直接嘅方法利用呢個儲備嘅黃金嘅。根據美國一項極為過時嘅法律，以如今已經完全不合時宜嘅 42.22 美元每一盎司價格作出解釋。其實際嘅價值即係黃金市場嘅價值，現在已經超過每盎司3000美元啦，約為法定價格嘅71倍。換句話講，法定價格不到實際嘅價格2%。咁樣呢件嘅古董應該如何處置係最好呢？黃金美元嘅價值已經較法定嘅價格上漲約7000%，因此以黃金計價，美元價值已經下跌咗98%啦。換句話講，過去係需要 2.37 盎司黃金才能兌換100美元嘅，現在只需 0.03 盎司兌換100美元。呢個意味住美國財政部從黃金中獲得巨額嘅收益，儘管政府嘅帳簿上係冇確認呢個收益嘅。但佢已經發生並且係真實嘅。大致嚟講，每盎司3000美元嘅價格計算，財政部持有 2.6 億盎司嘅黃金，每盎司將盈利2958美元，總未實現嘅利潤約為773億美元。當財政部長 Scott 最近表示，我哋將把美國資產負債表嘅資產貨幣化，係為美國人民服務喎。咁樣好多金融嘅評論員立即想起財政部嘅黃金以及如何將其轉化為巨大嘅已實現收益同埋可支配嘅現金。呢個當然可以做到啦。假設國會將黃金嘅官方價格
提高到與實際價格相符嘅水平。財政部咧將立即喺政府嘅帳面上咧實現咗7730億美元嘅收益，或者將啲收益轉化成呢個現金咧，佢係唔需要出售任何黃金嘅，而係咧可以透過抵押黃金進行借款。之前我講過，貨幣理論家 Judy Shelton 建議財政部可以發長期嘅黃金債券，但有分析指，事實上咧有更簡單、更直接嘅方法，就係財政部發行黃金證書。呢個已經得到1934年黃金儲備法嘅授權嘅，但現在咧將以其黃金當前價格為基礎，透過將呢啲證書存入呢個聯儲局，黃金利潤咧就可以輕鬆地貨幣化啦。而聯儲局會將相應嘅款項咧存入財政部嘅聯邦儲備銀行嘅存款帳戶，無需發行更多嘅國債，就可以咧利用呢啲錢啦。呢個簡單嘅財技咧，美國財政部咧就輕易重新賦予黃金貨幣嘅地位。呢個重新評估嘅黃金儲備價咧，就係黃金最新嘅底價啦。鮑威爾喺上個星期三議息後講，經濟總體咧就強勁嘅，不必擔心經濟衰退。無論如何，鮑威爾認為經濟咧將會好轉嘅，咁樣仲唔可以減輕我哋嘅憂慮嗎？如果歷史可以作為參考嘅話咧，你或許應該擔心經濟衰退。隨着貿易戰正式爆發，人們咧對經濟衰退嘅擔憂喺過去一個月咧進一步加劇。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嘅 GDP Now 預測增長率咧喺幾個禮拜內咧從2月底2.3暴跌至負2.8%，目前為負1.8%。如果咧我哋將導致大衰退嘅利率歷史同近期利率嘅政策軌跡相比較，我哋目前咧正處於2007年末或2008年初嘅某一個時間。當時咧有啲人警告次貸危機即將來臨，經濟衰退可能性咧也隨之上升。但總體而言咧，主流觀點認為咧一切都好好嘅。聯儲局主席當時係講咗乜嘢呢？伯南克表示冇乜嘢好擔心，一切都很好。伯南克喺2007年2月喺國會聽證會講，即使通脹率略有下降，未來2年嘅失業率咧亦都可以維持喺低水平嘅。佢嘅言論表明咧，佢對當時嘅利率水準咧感到滿意嘅，就好似鮑威爾對今日當前利率水準咧感到滿意一樣。但正在蔓延嘅次貨危機又應該如何應對呢？伯南克堅稱咧經濟增長係可控嘅，次貸問題咧係有限嘅。咁大多數主流嘅媒體咧都跟隨伯南克嘅腳步。事實上，直到2008年夏天，大多數人咧仍然堅稱一切都好好嘅。當然，我哋都知道故事結果係點樣噶啦。我以前咧講過嘅，歷史係會重演，但唔會簡單地重複噶。其實咧，我哋可以喺當今嘅經濟軌跡中咧，輕易聽到2008年嘅回響。我哋為經濟注入咗大量容易取得嘅資金，就好似科網泡沫爆破之前一樣啦。鮑威爾最終咧必須提高利率以控制價格通脹嘅。聯儲局咧就開始放鬆呢個貨幣政策，承諾咧軟着陸添，就好似伯南克喺21世紀初2007年所承諾嘅一樣。金價咧從2500美元飆升至3000美元嘅速度咧好快。世界黃金協會研究主管 Taylor 指出，平均而言咧，金價需要1708天才能上漲500美元嘅，但最近呢次咧上漲咧僅用咗210天啫。上圖顯示，從1500美元漲至2000美元咧，耗時3394天，也就是9年多一點啦。與此同時，呢次最新嘅500美元嘅舉動咧，僅發生喺7個月內。3月份嘅高位咧，就喺3040美元以上添。就黃金價格而言咧，我哋是否已經達到市場嘅頂峰，或者講我哋才開始呢場嘅牛市？從以往通常由一個主要因素推動牛市不同，今日嘅黃金飆升咧係受到多種催化劑完美風暴嘅支撐嘅，分別有：一、央行購買，自2022年以嚟咧，各大央行每年購買超過1000噸黃金，機構買家嘅需求咧壓力空前。第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同埋貿易嘅政策，
特朗普新政府對來自中國、墨西哥同埋其他貿易夥伴進行產品徵收全面嘅關稅，增加咗市場嘅波動性同埋經濟嘅不確定性，促使投資者轉向避險嘅資產。第三，全球經濟不穩定，通脹嘅加劇、供應鏈中斷以及主要經濟體嘅貨幣波動，增強咗黃金作為穩定價值儲存嘅手段嘅吸引力。第四，通脹嘅擔憂。儘管官方數據顯示通脹有所緩和，但實際嘅通脹咧仍喺度影響咗家庭嘅預算。第五，去美元化嘅趨勢，多個新興經濟體加速減少對美元嘅依賴，黃金成為天然嘅替代品啦。市場預示着黃金將迎來一場完美嘅風暴，儘管由於近期上漲速度過快，可能會出現一些嘅修正，但基本面驅動因素依然穩固。持續嘅地緣政治同埋經濟不確定性，不斷上升嘅通脹預期嘅降息以及美元持續嘅疲弱，所有呢啲因素咧共同推動黃金嘅強勁投資需求。儘管利率同埋股票市場咧出現波動，但金價仍保持上漲嘅趨勢。呢個咧並不係講黃金變成更有價值，而係貨幣嘅購買力咧正在加速下降。市場嘅情緒咧已急劇轉向防禦性。據 CNBC 財務長委員會稱，目前咧有60% 嘅財務長咧預計美國咧將陷入經濟衰退，而上個季度咧呢個數字僅為7% 啫。特朗普暗示將徵收新一輪嘅關稅，包括汽車嘅關稅。貿易政策嘅風險成為人們擔憂嘅焦點，因此導致資本支出同埋股票需求嘅回落，促使投資者進一步投資於硬資產。白銀突破咗關鍵嘅技術水平後咧，維持喺近期嘅高點附近。隨着經濟衰退嘅擔憂，加深咗金價創下新高，交易商越嚟越多咧轉向白銀。雖然黃金喺今年咧吸引咗大部分嘅避險資金，但白銀目前咧正在迎頭趕上。原因有：一、受到強勁嘅工業需求，持續嘅供應短缺。第二就係相對黃金嚴重低估嘅推動。三、俄羅斯同埋中國央行咧購入白銀作儲備，估計咧會有更多央行跟隨購買。喺3月18號，白銀突破咗34.4美元嘅關鍵阻力位。截至星期五28號美國早上，白銀報34.5美元。如果白銀能夠企穩喺34.4美元以上咧，下一個上行目標咧就係34.87美元，然後就會挑戰40美元嘅大阻力位。白銀近期嘅走勢咧受到技術嘅支持、實物嘅需求同埋睇升嘅宏觀因素嘅支撐。儘管黃金繼續憑着歷史嘅高位同埋央行嘅支持嚟支持呢個市場嘅人氣，但相對而言咧，白銀提供咗更大嘅上漲空間。又到同大家傾偈嘅時間啦。尋晚咧，我睇到一篇文章，分析指咧，白銀當前技術嘅形態咧，堪稱現代市場最大突破嘅前夜。白銀市場咧邁入史詩級敘事裂變嘅時刻，標題咧不止十分吸引，我覺得咧值得同大家分享嘅。我打算喺下期咧為大家報導。現在咧，只要你按下個訂閱同埋點讚，呢個係代表你對我嘅支持同埋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仲有，請分享呢集咧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特朗普咧反覆徵收關稅，遭到經濟學家嚴厲嘅批評。佢哋認為咧呢個會帶嚟混亂同埋不確定性，使得企業難以提前規劃，從而損害呢個經濟嘅。特朗普喺禮拜一表示，佢威脅徵收嘅關稅咧唔會全部喺4月2號實施嘅，一啲國家可能會獲得減免。但佢同時表示，對進口汽車徵收關稅咧即將來到。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全球指標高級經濟學家 Stephanie 表示，消費者對未來收入嘅樂觀情緒咧基本上咧就已經消失㗎啦，表明咧對經濟同埋勞動力市場嘅擔憂已開始蔓延到消費者對個人狀況嘅評估中。該調查預期嘅指數咧係基於消費者對於收入嘅。左上圖咧係商業同埋勞動力市場狀況嘅短期展望。圖中顯示下跌 9.6 至 65.2， 為2013年3月以嚟咧最低嘅水平啦。
遠低於通常預示經濟衰退嘅80嘅門檻。預計未來12個月出現經濟衰退嘅消費者比例將維持喺9個月以嚟最高嘅水平。德國荷利士金屬公司貴金屬交易員 Alexander 認為，假設聯儲局政策冇突然逆轉或地緣政治冇緩解金價將喺短期內測試3200至3250美元嘅區間。右上圖顯示，花咗1/4世紀嘅時間，金價上漲咗10倍，大眾才醒悟過來。黃金就升穿咗3000美元啦。黃金喺2022年9月從1621美元升至今日嘅3050美元，只係用咗2年半時間。3000美元肯定唔係我嘅目標啦，因為我相信銀行危機、金融炸彈爆破、經濟衰退、股災或者滯脹，最有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版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版下跌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版就會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版亦會升至100美元。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